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苦于没有什么快速变现的项目，在9月 TGE 狂潮期仍然钱包瘪瘪，两眼空空，那么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讨论一下 OKX 的 BOT 这个规则和门槛以及后面的收益情况。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OKX BOT 和边阿尔法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请各位观众一定要在这个环节认真听。我们目前看到第一期是 Lena 关于 X Launch 上面的一个具体分配情况。那么代币的总额的话是分配这一些啊，目前的交易的总积分来到了66044，仅仅在8小时之前的话还是5万多左右。那这个涨幅的话是非常夸张的。我们可以通过总交易积分可以换算出我们能拿到多少代币。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后面提到。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一期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参与了，因为仅有1天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第二期，但第一期的话，我们要去分析一下它，然后跟大家讲一些有关于下一期来临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我们看一下第一期参与 BOT 的条件，那么它需要最低余额要求$10以上，最低交易量$32以上。这里的余额跟大家所想的余额不太一样。我们这边重点跟大家讲一下这里的余额怎么选的。首先它是 DEX 上的，不是 CEX 上的。DEX 的话，它是你的 OKX Web3 钱包。CEX 的话是交易所，这两个不一样。那么我们说的简单明白一点，就是你打开你的插件钱包，它显示的这里边的话就是 DEX。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取自的余额是怎么计算过来的？它不会统计你的 DeFi， 也不会统计你的 NFT 资产，这两个板块的话是没有任何用的，它对你的这个加成是就是没有任何余额的加成。然后这里的余额怎么体现呢？它是15天内在 OKX Web3 钱包当中持有的类别1的代币日均余额，不包含 DeFi 和 NFT 持仓价值。未来的话，那我们看第二期是怎么个评判方式啊？第一期的话，最低余额是$10，第二期我觉得怎么也要在钱包当中放$100更为合适。如果你要参与第二赛季的话，这里我们解释完余额之后呢，我们再解释一下交易量啊。BOT 的计算规则的话，它是过去15天内通过 OKX DEX 上，就是你的 OKX Web3 钱包使用 DEX 进行交易，在 Solana 以及 EVM 兼容的网络进行平均的交易量。Solana 我们不需要跟大家提太多，因为大家都知道 EVM 兼容网络，大家可能一开始对这个名词会不太熟悉，或者是有些陌生。举个例子 BNB 就是 EVM 兼容网络。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你所属的那个链是不是 EVM 兼容网络，你看一下地址就好了。地址的话，大家都知道 BNB 的地址啊 ETH 的地址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地址，对吧？那么按照交易对来统计，交易按分组归类，每组对应不同的交易量加成，也就是换算规则，交易量等于交易乘以倍数。那么这里要提一下 OKX 的手续费为 0.85%， 这个手续费大家可能感觉体感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0.85 好像也就不到 1%， 但是 0.85 手续费是非常非常高的。因此这两天大家在刷推的时候呢，肯定注意到有些人说，使用我的这样一个邀请码可以为大家减免 20% 的手续费。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谋取了这一个福利啊，使用到这个 Crypto Alpha 可以立享 20% 的手续费减免。不要小看这 20%， 你每一笔100U 的交易可以减免 0.2U 的手续费。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福利，币安作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享受我们提供的最高手续费减免。XT 交易所新币上线直通车，有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最高的现货比例，赶紧注册起来。我们继续说回代币的分类啊，那也就是对应着每组不同的交易量加成。这里的话，类别1主流主网币、稳定币和流动性质押代币。这里的流动性质押代币我们可以省略不说啊。主流主网币的话就是 ETH 的治理代币 ETH， 然后稳定币的话 USDC、USDT。 这里的类别2是 Doge 这种等市值比较大的主流代币，它不包含类别1的代币。然后其他的话是除了类别1和类别2以外的所有代币。 KOGE 的话也属于其他类的啊。那今天我们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做 BOT 交易量的话，去刷 KOGE， 因为目前来说是最稳定的。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做一下风险提示啊，任何代币都有归零的风险啊，特别是属于其他类型的这一个代币，那你要自己做好。如果链上的流动性一旦缺失的话，我们就要停止手上的交易。
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怎么去看自己所刷的代币是类别1、类别2或者是其他这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给大家举个例子的话，就是 Doge 来到 CoinMarketCap 当中，下方复制一下它的合约地址，这里复制好了之后，我们来到 DEX 的平台当中去搜索相关代币类别，然后这里搜索框粘贴复制，就敲下回车。它所属的级别是 Group R， 也就是对应了我们刚刚在这个图表当中对照的 Doge 属于类别 R 的代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交易对的换算比例如果你使用类别1和类别2去进行兑换，也就是说你用 ETH 和狗狗币，你所能拿到的倍数是 0.25， 比如说你有100的交易量，那么使用这个倍数之后呢，就只有25的交易量了。所以这里的第一个我们就排除掉，第二个肯定也排除了，因为类别2和类别2有什么互换的，也是 0.25 的倍数，那么没有任何的，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帮助，也要排除掉。最后一个也排除，因为它不计入。接下来开始讲类别1，类别1的话提到了稳定币去刷其他类型代币，就是 USDC 或者是 USDT 去对应的兑换 KOGE。我们今天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去刷 BOSS 的话，我们就是推荐 KOGE 了，因为相对来说真的是算比较稳定了。虽然它之前也有出现过类似的代币风波，但是目前来看的话，那没有更好的选择，我觉得。那类别2去刷其他代币也能获得1倍数的加成但是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所以就建议大家使用类别1 USDC 或者是 USDT， 然后去刷 KOG 可以得到1倍的奖励，就是100U， 然后交易量的话也是100U， 等比兑换。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交易积分的换算规则那么如果你刷32的话就拿到1分，64就可以拿到2分，以此类推。这里我们更建议大家拿到4分的这一个门槛是最为合适的，因为上下损耗都不是那么大。如果你在这张图表当中可能看不太清楚的话，我们给大家制作另外一张图表。如果你刷250的交易量的话，它15天的损耗是 26U 左右，还是能够接受。但是如果你要刷512的门槛的话，直接就变成2倍，52U 的损耗。那这里的话，损耗大家可能直观感受到就是2倍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你去刷它的次数也要乘以2倍，对不对？这跟我们刷 BI 阿尔法其实是一致的。我相信很多观众也听到这边的话已经跃跃欲试了，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演示呢？因为有一些细则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刷的所有操作都有可能无用功。我们这边来到 OKX Web3 钱包当中，点击一下行情，选择到 BNB Chain， 然后选择到 KOG。那我们也说过 KOG 选择的原因，这里呢点击一下交易，使用到 BSC 链的 USDC 或者是 USDT 都可以，没有关系，然后去对应的兑换 KOG。我们这边比如说输入交易额，我们今天刷的话是256梯度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不要尝试卡点，256我们就老老实给257。然后这里的路径重点来了，路径什么路径都不要去选择，一定要选择 OKX DEX 的路径。一定要选择它才可以计入到交易总额，其他路径不计入的要跟你说明一下。然后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手续费减免变成了 0.68% 的百分比0.68%。那这个的话就是使用到了我们的这一个手续费减免，最终获得到的这个。然后选择好这个路径，然后对应的滑点调整一下，尝试把滑点调至最低，然后固定这一个滑点。如果交易失败的话，那我们就适当的调高滑点，这是你要知道的。然后呢，这里呢去做一下兑换，比如说我们现在去进行兑换了，兑换出来是 5.317 个，我们再反转一下 5.317， 然后去相同的兑换出来，你会发现它其实单笔的损耗在3到4U 左右，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我们要跟你讲明白。你刷这样的一笔的话，它确实损耗就是3到4U， 应该也没有说更低的那个损耗了。因为没办法嘛 ，OKX 也才刚刚做，给大家一点时间成长吧。这是有关于刷 DEX 的要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本期这期影片。那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还是有所收获、有所帮助的话，还请高抬贵手，一键3连。那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的课题内容。接下来来到大家最喜欢的收益环节，很多观众也听到这边的话，最期待这个环节了。那同样我也很期待，我们可以大概给大家换算一下。有关于第一期 Lina 的代币分配情况，首先第一期的话是分配了16亿2千万的 Lina 左右。
那我们看一下它，比方说我们这边参与的条件都已经满足了，最低的余额要求10美金以上，最低的交易量32美金以上。假设我们已经完成了，因为它第一期的话，统计的周期其实是从8月24日到9月7日开始的，这个才是他们的统计周期啊。假设我们这2个条件都满足了，那我们取次到交易量的话是32，对应的积分是1的分数，对不对？那我们来到这个换算规则，以目前的 Lina 的总的交易积分来看，它是66981，我们就算它67000，这样更好换算一些，对不对？那我们这边更改一下数据啊，67000。然后我这边的话积分是1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好最低要求满足，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下这个随堂小测验，然后计算器撬出来。我们的1积分除以67000，然后乘以此次代币总奖池的额度16.2亿。我们大概可以分配到的话是2418。Lina 的话，现在目前只在币安上了合约啊，合约的价格是在0.027，我们就拿这个来换算一下。那么大概的收益是在65U 左右。这个呢，再扣去我们15天的成本。那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就是你刷了仅仅只是这一个交易额，损耗肯定不会特别大。15天损耗的话，大概是在3块，就3U 左右。那这个换算下来的话，收益还是可观的。如果第一期都没有毛的话，后面几期就不要进行参与了。那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关注它第一期的奖励有多少，以及它后面这个上新的频率多不多。如果第一期的奖励就收益还是可观的话，后面看一下它上新的速率高不高。那比如说它第一期结束，紧接着就来到第2期、第3期，或者是更多期，然后有关于其他类型的代币。那这个呢，热度整体的话就慢慢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去参与呢也是可以的，就无非就是人多嘛，因为蛋糕就这么点大，人一多的话就分到的比较少。那你跟现在的边阿尔法的话也是一样的啊，现在人也这么多，然后你该抢到也是抢到，该抢不到也抢不到，没有办法。所以呢，因此要多多关注一下。那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期没有进行参与啊，因为只是大家很多人都在观望的状态了，没有确定一定要参与或者怎么样，先看第一期怎么样，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重点就是要关注它后面上新的频率快不快，多不多。如果这样频率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参与到 OKX Boss 我觉得还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投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投。这里的空投的话，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投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 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投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投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 SO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要拿到更好的结果的话，可以使用 Spower 整额览器。
Xpower 9人暖气9月大促，超级羊毛，享最低折扣，吃福利加码，拿好礼相送。活动时间是9月1日到9月30日。活动包含套餐聚会，年付套餐享4.8折，史前最低；新增540天套餐享4.2地板价，还有季付7折，半年付6.8折，供需选择。新人首次订阅30天以上套餐，立返 50% 赠送金，封顶30美金。如果您是使用我的注册链接，付款时自动享受 3% 的优惠，年付 4.5 折。满额礼包，单笔实付满600刀可以获得200京东一卡1张，还有机会参与抽奖，赢取 iPhone 16手机一部。